子母弹和集束炸弹的起源可以追溯到20世纪的军事技术发展和战争需求。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盟军和轴心国在战场上使用各种类型的炸弹，但发现单个炸弹的杀伤范围和效果有限。为了提高打击效率，军事科学家开始考虑如何将多个小型炸弹组合在一起，以覆盖更广泛的区域。这个概念最终演变成了子母弹。子母弹通常由一个大型母弹容器和多个小型子弹组成。母弹可以在空中释放，然后分散或投放子弹，以覆盖更大的区域或多个目标。这种设计提高了炸弹的杀伤力和精度，使其成为现代军事行动中的重要武器。集束炸弹的概念也起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当时盟军和轴心国都在寻求有效的方式来对付敌军的装甲和人员。传统的炸弹和炮弹难以有效摧毁坦克和集结在一起的敌人。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研究人员开始研发集束炸弹。这种炸弹的设计包括将多个小型炸弹或子弹装载到一个大型外壳中，这个外壳可以在空中释放，然后分散投放子弹，形成一个有效的攻击范围。每个子弹都能够穿透装甲或伤害人员，从而提高了对敌方目标的杀伤力。尽管子母弹和集束炸弹在军事上具有显著的杀伤力和效果，但它们的使用受到国际法和国际人道法的限制，因为这些武器可能造成广泛的破坏，并对平民造成伤害。国际社会普遍呼吁限制或禁止这些武器的使用，特别是在人口稠密区域和冲突地区。在国际法律框架下，一些国家已经承诺不再制造或使用这些具有毁灭性的武器，以促进国际和平与安全。谈到子母弹威力最大的话题，大家可千万不要以为是美国，因为在这个领域，台湾本土研究的版本是最成功的，也是目前世界上杀伤力最大的子母弹。而且台版的子母弹并不是单个投放系列，而是地毯式轰炸型。本来地毯式轰炸的范围就已经很广，如果加上子母弹形式，那么爆炸的范围可以翻好几倍。最近台湾的新闻报道了雷霆2000多管火箭系统上搭载的子母弹，它们的威力和毁灭力简直比电影里的特效场面还炫酷。这些子母弹分为3类：15克瓦查、NK30和 NK45火箭模块。让我们深入探究一下这个令人闻风丧胆的武器。首先是 NK15火箭模块，这个东西是东风6维型子母弹的升级版，看上去就像是一根直径11.7公分的巨型香肠。这家伙长达196公分，重达42公斤，内装可定时引爆的钢珠高爆弹。每颗15克瓦查子母弹里都藏着6400颗直径仅为6.4毫米的钢珠，主要针对软性目标，也就是那些聚在一起的家伙们。一个15克瓦查模块一次可以射出20发雷霆，2000最多能搭载3个模块，总共60发。这些炸弹的射程范围在7公里到15公里之间，简直就是现代版的石头剪刀布。接下来是30克瓦查火箭模块登场，它可不是省油的灯，相比15克瓦查，30克瓦查的功能更广泛，射程更远，而且装备了各种花式子母弹，包括可以贯穿8至10公分厚钢板的双效子母弹。一颗 NK30子母弹长390公分，重186公斤，直径18.2公分，简直就是装备的小天使。每个30克瓦查模块带着9颗子母弹，雷霆2000最多能搭载3个模块，总计27发。这些炸弹的射程可达15公里到30公里，就好像一个远程导弹快递。最后是 NK45火箭模块，它和 NK30有点像，也能装备钢珠高爆弹或 M77双效子母弹，但它的射程更远，能达到25公里到45公里。一个45克瓦查模块带着6发子母弹，雷霆2000最多能搭载2个模块，总计12发。如果一次全部发射，那威力足以覆盖3个足球场那么大的区域，简直就像是给地球玩家的炸弹派对。然而子母弹这种家伙在国际上并不受欢迎，因为它们实在太炸天。子母弹也被戏称为集束炸弹，就像一个特级魔术，一旦接近地面，它会像变魔术师一样，瞬间分身成数百个小炸弹。这些小炸弹威力巨大，一次扔出去可能导致广泛的毁灭，而且有些小炸弹会在碰到柔软的土地或草坪时不爆炸，就像是在制造一个自然的雷区。想象一下，地雷通常要一个一个埋，但这些家伙一下子就投下了数百个，简直就像是地雷的海洋。在2003年美伊战争中，美军使用了150枚集束炸弹，
每颗内部藏着5000颗钢针，相当于75万颗钢针。这些炸弹像下雨一样覆盖了伊拉克军队的集结地，结果简直就是一场地狱派对。不到5分钟，伊拉克军队几乎全军覆没，整个集结地成了混乱的修罗场。2小时后，剩下的伊拉克士兵不得不投降，或者通过无线电直接呼叫：“停，别再炸了，我们投降。”整个事件让人印象深刻，也让集束炸弹的威力彰显无疑。它们有时甚至比核武器还要可怕。要明白的是，自从子母弹这种武器诞生以来，已经发射了约4亿多枚，造成的破坏相当巨大。为了解决子母弹着地后形成的天然雷区问题，自毁设计应运而生。目前，大多数子母弹都依赖于相对简单的机械引信，这些引信通过旋转速率来启动子弹药内部的引线，然后引发爆炸，或者在一定时间后引发爆炸。如果子弹药着地后没有爆炸，它就成了未爆炸弹药。根据子弹药的类型，一种自毁机制可以使未爆炸的子弹要在数秒或数分钟后自行摧毁，以防止它们再次爆炸。在这方面，雷霆2000所搭载的子母弹也采用了这种自毁设计。中山科学研究院表示，雷霆2000使用的子母弹都装备了这种自毁设计。这意味着，当子母弹被发射并爆炸后，任何残留的弹药都会自行销毁，从而避免进一步的伤害。这无疑是一个重要的改进，为子母弹的安全性和可控性增加了保障。近年来，中山科学研究院对雷霆2000非常看重，并启动了名为“雷声”项目的计划，旨在增强雷霆2000多管火箭系统的性能。这次的升级计划包括安装射程介于100公里和300公里之间的雷霆2000增程型子母弹，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因为100公里的火箭弹在首次测试中遇到了失败。不过，中山科学研究院已经从这次失败中吸取了宝贵教训，并在未来测试中防止出现类似问题。至于300公里的火箭弹，目前还没有透露相关消息，但我们可以期待更多的创新和升级。除了雷霆2000所使用的子母弹，台湾还拥有一款被称为万箭弹的武器，这是一种反跑道极速巡航导弹，远比雷霆2000所发射的子母弹引人瞩目。那么，究竟是雷霆2000更强大，还是万箭弹更具优势呢？让我们来探讨一下。首先，万箭弹是由中山科学研究院研发的，可以被简单的描述为一种远距离、高精度的攻击武器。它主要用于台湾的经国号 IDF 战机上，能够满足远距离和超视距攻击的需求，同时还具备急速攻击能力，与雷霆2000所装备的子母弹有着类似的功能。万箭弹的工作方式是飞抵目标上方约40米高度后，将子弹要抛洒在地面上，最大抛洒面积可达60.1万平方米。它使用岩石引信，只有在钻入到一定深度后才会爆。更有趣的是，子弹道的引爆方式可以根据需要进行调整，有些可能会立即引爆，以迅速破坏机场跑道，而其他则可能会有时间间隔逐个引爆，时间从短至10秒，长至数十分钟不等。这样做的好处在于，它可以阻止对方机场的快速修复，延迟了对方的反击时间。此外，万箭弹不仅具有超视距攻击能力，还是一种高度智能导弹关键远距精确陆攻武器系统。最初的设计目的是远程攻击机场，强调精确远攻，决胜境外。它能够在敌防空导弹射程外远距离发射，摧毁和瘫痪敌机场的起降功能。万箭弹的射程在100到250公里之间，能够远距离发射，超越了防空导弹的射程，并借助 GPS 卫星导航和惯性导引飞行至军用机场，破坏跑道，阻碍敌机的起降。除了用于破坏机场跑道，它还对敌军的集结区、港口、卸货区、导弹和雷达阵地等具有巨大的杀伤力。这使得台湾空军具备了远距制压作战和防空制压作战的能力，这一点在某些方面要强于雷霆2000。然而，雷霆2000的强大之处在于其群攻能力，它一次可以发射多枚子母弹，每个子母弹分解成众多子弹药，而每个子弹药都具有强大的爆炸威力，地面瞬间成为一片火海。所以就子母弹而言，雷霆2000在大规模杀伤方面表现出色。那么，究竟雷霆2000所装备的子母弹与世界上其他著名的子母弹相比，孰强孰弱呢？至于中山科学研究院研制的射程100公里和300公里的万箭弹何时具备战斗力，目前尚无确切消息。这些武器系统的发展需要时间和测试，未来将会有更多的信息浮出水面，我们拭目以待。所以，
台湾的武器系统在国际上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台湾拥有现代化和多样化的武器系统，包括雷霆2000和万箭弹等高科技武器。这些武器不仅提升了台湾自卫能力，还对潜在的军事威胁构成了战略威慑力。这对台湾来说，有助于维护地区稳定，减少潜在的军事冲突。其次，台湾的武器采购往往得到美国等盟友的支持，这不仅有助于台湾保护自己，还有助于维护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台湾的军事现代化项目也在某种程度上巩固了与美国和其他国际盟友的关系。此外，台湾的军事工业在武器研发和生产方面具备一定的技术实力。万箭弹等武器的研发显示了台湾在高科技武器领域的前列。这种技术创新有助于提升台湾的防御实力，同时也有可能成为出口的潜在机会。台湾的武器系统在地区安全平衡方面发挥了作用。台湾在世界舞台上继续发挥重要作用，为地区和平与稳定做出贡献。大家好，我是冰峰哥，今天我将为大家揭示台湾最新的源头打击手段——雄隼项目。这是台湾中山科学研究院在前年底成功完成小批量生产的增程型雄2E巡弋飞弹的基础上推出的一项雄心勃勃的计划。雄2E巡弋飞弹在前年年底交付给空军防空暨飞弹指挥部的特种飞弹旅服役进行了战备任务，取得了显著的成绩。据悉，雄隼项目的预算高达36亿2千余万元新台币，计划在5年内研发一种射程达到2000公里以上的雄隼巡弋飞弹。与雄2E增程型飞弹不同，雄隼巡弋飞弹将具备匿踪能力，为台湾提供一种更为先进、隐秘的源头打击手段。这标志着台湾在导弹技术领域的进一步突破。雄隼巡弋飞弹的研发项目将涵盖陆射型和箭射型2种型号，使其更具灵活性和适用性。这种新型巡弋飞弹的问世，将与雄2E、雄2E增程型等主力飞弹携手，形成台湾强大的源头打击力量。值得一提的是，这并非雄2E增程型飞弹，因为雄2E增程型并不具备匿踪能力。因此，雄隼巡弋飞弹被认为是一项全新的武器，将为台湾带来更多战略选择。在过去的发展历程中，中山科学研究院曾于2008年启动代号为“极隼”项目的研发计划，耗资340亿余元，成功研发出射程达到600公里的雄2E巡弋飞弹，并于2008年2月29日实施作战测评射击。这一项目的成功，为台湾的导弹技术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为今后的雄隼巡弋飞弹项目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持。在这场技术竞赛中，台湾正以强大的科研实力不断推进自身的军事技术水平。雄隼项目的启动，预示着台湾在导弹技术领域的创新不断深化。未来，雄隼巡弋飞弹的加入将进一步巩固台湾在地区安全中的地位，也为维护自身安全做出了积极的贡献。这一重大项目的推进，使得台湾在极音速武器领域迈出了坚实的一步。2017年3月1日，防空飞弹指挥部已编入空军司令部，更名为空军防空飞弹指挥部。在2018年，极隼项目更名为飞极1号项目，整个量产案在2020年初结案。第一批雄2E巡弋飞弹成功完成试验后，研发小组在此基础上打造了数枚雄2E巡弋飞弹。经过初步试验，这几枚飞弹射程已达到800公里。经评估，中山科学研究院已具备技术启动生产射程1200公里的雄2E增程型巡弋飞弹。2019年，以飞极2号项目研制并量产雄2E增程型巡弋飞弹，编列136亿余元，计划用10年时间完成量产案。在逐步完成雄风2E型巡弋飞弹的生产与性能提升后，台湾开始寻求发展新一代长程战略反制武器，这其中包括代号为疾风项目的中程弹道飞弹，射程有望突破1000公里。虽然长程弹道飞弹一直受到国际管制，但台湾在这方面没有受到限制。雄隼项目是台湾为发展一种射程超过2000公里的长程巡弋飞弹而进行的计划。新型雄隼长程巡弋飞弹将具备匿踪能力、高机动性以及速度达到6马赫。除了陆射型外，还将发展可部署在船舰上的箭射型2款，以提供全方位的打击能力，进一步巩固台湾在导弹技术领域的实力。值得注意的是，
虽然这些计划显示台湾在强化自身防御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但对于是否发展核武器，台湾方面并未明确表态。这些举措可能更侧重于提升台湾在地区安全和战略威慑中的地位。在上世纪冷战时期，弹道飞弹成为国际主流，各国纷纷投入发展。然而，上世纪80年代后，随着反导技术的发展，高超音速武器引起了各国的关注。到了2010年后，随着技术的逐渐成熟，各国开始争相发展高超音速武器，其最大优势在于飞行速度极快，具有高速机动特性，能够导致目前任何形态的反导拦截系统全部失效。高超音速武器的另一个优势是其超高速度的动能物体在自身撞击目标时能够引发巨大的毁灭性，甚至不需搭载火药弹头。极音速飞弹的门槛是飞行速度超过每小时7344公里，即飞行速度需要达到6马赫。在高速飞行状态下，一旦敌方察觉到飞弹来袭，拦截的时间非常短暂，这给了极音速飞弹更大的突防能力。然而，也需要注意，前提是敌方反导系统能够迅速反应。目前，尽管有理论认为激光武器有望进行拦截，但激光武器在大气层中的威力较小，射程较短，仍处于理论阶段。因此，高超音速武器在现阶段仍然面临着较小的拦截风险。高超音速飞弹构造大致可分为2种：高超音速滑翔飞行器 HGV 和高超音速巡航导弹 HCM。HGV 采用类似传统洲际弹道飞弹模式，重返大气层后使用滑翔飞行器构造进行随机飞行，欺骗敌方防空雷达，逐步接近目标。而 HCM 则以传统巡航导弹的低空飞行方式，使敌人难以侦测和拦截。然而，极音速飞弹的研发仍面临巨大挑战。在飞行过程中，如何承受空气摩擦产生的高温是技术难点之一。摩擦生热温度可能瞬间飙至2200摄氏度，对外壳材料和制成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此外，通信导引也是一个难题。由于飞行时高温形成的等离子体超带电粒子困扰着通讯信号，科学家们需要克服这一问题。高超音速武器的研发既是一场技术的竞赛，也是一场智慧的考验。而拦截极音速飞弹之难，主要归结于以下4个原因：一、预警反应时间太短，极音速飞弹的高速机动性使得其突然出现在雷达视野中，留给防御系统做出反应的时间非常有限。这就要求具备极高的预警系统性能以及拦截系统的快速响应能力。二、地球曲率限制了雷达性能，逆踪措施由于地球的曲率，雷达无法直接探测地平线之后的目标。此外，极音速飞弹采用逆踪技术，使其更难被探测到，增加了拦截的难度。三、不规则打水漂弹道，不是用传统反导空气动力学，极音速飞弹采用不规则的飞行路径，例如滑翔和高度机动的飞行，与传统反导系统设计用来拦截弹道导弹的空气动力学原理不相符，导致现有系统在应对时效性和适应性上存在困难。四、大幅降低拦截效率，极音速飞弹的高速和机动性使得其在飞行过程中更难被拦截。传统的拦截方式需要迅速计算目标轨迹和进行精确的定向，而这对于高速机动的极音速飞弹来说是一个极大的挑战。针对这些难题，美军等一些国家已经在考虑太空侦察探测平台和反导系统的升级。然而，由于这是一项巨大而繁琐的任务，所需的投入与收益之间存在不小的不对称性，因此，目前全球现有的防空飞弹系统几乎无法有效拦截极音速飞弹。对于台湾极音速飞弹研发工作，要能够成功，需要克服技术和资源上的巨大挑战。若台湾成功研发这种先进武器，其军力将会得到显著提升，因为极音速飞弹的引入将使得台湾的防空能力大幅提高，使其在复杂地区安全环境中更具竞争力。然而，要使台湾极音速飞弹研发取得成功，面临着一系列技术和战略挑战。首先，台湾需投入大量资源进行先进技术的研究和开发，包括材料科学、制导技术、通信导引系统等方面。这需要与国际上一流的科技研发机构合作，以确保能够掌握最新的技术成果。其次，对于极音速飞弹的通信导引系统，需要解决高温环境下通讯受阻的问题。
这可能需要引入创新的通信技术，以保障飞弹在高速飞行时能够准确地接收指令，实现机动规避，并在最终阶段精确命中目标。另外，台湾需要建设完善的太空侦察探测系统，以提高对极音速飞弹的早期发现和跟踪能力。这可能包括太空探测卫星、高空平台等，以确保对空中目标的全方位监测。一旦台湾成功研发极音速飞弹，将为其提供强大的战略打击手段。这不仅将提高台湾的防空防御水平，还有可能在复杂的地缘政治环境中增强其战略威慑力。然而，这也可能引发地区军备竞赛，因此在推进这一项目时，需要审慎考虑其对地区稳定的影响。总体而言，台湾极音速飞弹的研发是一项充满挑战，但同时潜在收益巨大的任务。它代表着台湾军事科技实力的飞跃，将在未来战略平衡中扮演重要角色。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台湾有望在这一领域取得显著的突破，为其自身防御实力注入新的动力。